正常。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和我的家人已经驱车2个小时，从上海呢开车来到了无锡惠山古镇。这个也是我父亲的故乡，也是我们家人一直的精神家园。好多年没有来了，这里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刚刚那个门里面进来啊，原本呢这边都是没有门禁的，就是一个古镇。也可能呢，我们今天走的是另外一个门啊。我们停了车上到这个里面来呢，直接就进到了古镇里面。这里呢就是惠山的山路啊，一个保存完好的江南古镇。我们到里面去转一转吧。正对着路口呢，就是一个石头的牌坊。这边呢有一个路牌啊，惠山的祠堂群是在右手边，前面呢有西山的先民遗址，还有一个天下第二泉呢。先到西山的先民遗址去转一转，然后呢再回到西山的祠堂群那边啊。因为包括我们本家的祠堂在内，惠山古镇呢一共有100多个祠堂，这边留下很多翡翠人文。相信是很多无锡望族大家族的精神家园。今天呢，天公不作美啊，在兔年初3这么一个日子，天呢一直在下着雨。虽然这个雨呢并不很大啊，是呢没有太阳光线的照耀啊，整个公园里面、老镇里面啊，感觉呢稍稍有些阴沉。当然，这也跟冬季的季节相符。但是这个古镇里面啊，像一个公园，看到古树参天，还是有绿意盎然的感觉啊，没有北方的冬季的那种肃杀和萧瑟。
边上呢，随处可见那些古亭子啊，古色古香的亭子。山上呢，还有一些依山而建的建筑，掩映在树丛当中啊，和这些气氛非常的协调。这边呢，还有一片大草坪，草坪那头有一间大房子啊。完全仿古的建筑。惠山脚下呢，是我父亲的老家。虽然呢，我父亲少小离家啊，家里呢已经没有什么直系亲属了，而且家里的老宅啊，一个三进的花园院落也早已属于了别人了，所以这边呢，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老家的纪念物啊。但是呢，这里却是我很小的时候就跟随我父亲啊来故地重游，爬过惠山上面的头毛峰、泥毛峰，就是二毛峰、三毛峰。后来呢才知道啊，有一位美籍华人，也是秦家的子孙，叫秦家冲的。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寻访秦家从秦观开始900多年的一段历史，写成了一本书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祖先秦观秦少游，宋朝著名的词人，他的墓呢就在惠山，上面呢有秦龙图的墓碑，也就是他死后啊，当年的这个皇帝赐予的一个称号吧，就跟包公包龙图是一个意思。很多年以前呢，来惠山老镇，在老镇里面呢随意的行走，可以在老镇里面的秦园小笼包店，也是秦家后代开设的一家小笼包店啊，在那边品尝有名的无锡小笼包。在惠山老街里面走一走，里边呢就有我们秦家留下的一个园林，叫寄畅园。这个园林呢非常的有名啊，据说呢康熙、乾隆皇帝啊下江南的时候，曾经有10几次呢就下榻在寄畅园，可能是太过欣赏寄畅园这样的江南园林，所以呢就完全按照寄畅园的园林的设计啊，在北京颐和园呢建了一个江南园林。其实它的出处呢，就是惠山的寄畅园。
这个山门这块，这个五六这个山门这块。现在呢，我只是在西山老镇啊，其实已经变成了休闲公园的这个区域里面闲逛。可能我今天来的路口啊，跟我以前走的老镇的路口呢不一样啊，所以呢，正好就在这边看看山景，看看树林，休闲的游一游。从这边呢，可以看到山上的一座古塔啊，还有古塔下面的广场上的九龙壁。那这些呢，肯定都是后来根据需要啊重新修建的吧。在中国很多的公园里面都有这样的九龙壁啊。这个九龙壁是1985年12月由宜兴陶瓷厂创作制作的这么一个九龙壁。无锡的边上的宜兴呢，就是出紫砂壶，也是出陶器的有名的地方啊。现在呢，我就顺着这个小路啊，看看能不能去找一下惠山古镇的精华，就是有100多个祠堂的那条老街。更希望呢，能够到寄畅园去重访一下秦家的祠堂。又没交通了，又没车子了，下午了呀。今天是在新年假期之中，所以本地的和外地来的游客还是不少。刚刚在停车的停车场地面上都停不到车啊，所以看来还是有不少游客冒着雨呢，来到古镇寻幽访古。怎么会没有啊？哎，不嘞，你到底往我想我。地上不要拿。这里呢，就是刚刚我从前面的路口进来看到的这个石头的牌坊。你们是大巴车出来的吗？
说回去。还个不经这个女的。宋朝著名的词人秦观被称为婉约派词人的代表，词风呢独树一帜。当年呢，他作为苏轼门下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啊，因为政见，结果遭受到了官场上的一些挫折，可以说呢一生坎坷，但是在文学造诣上达到了几乎登峰造极的程度啊。即便到如今呢，他的很多的诗词词句还被后代不断的传颂。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现在有那个索道直接登上惠山的山顶，就不像我们以前都必须要走着路爬山上去。小河边呢，这些房子保存得非常完好，完全是古色古香的一片公园的景致中国人的先人他们在生活上面从不苟且虽然当年这种生活物资、交通工具等等方面呢，远远不如如今方便，但是他们还是会找到非常好的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秦家的先人呢，从秦观之后秦观呢是出生于高邮，江苏苏北的一个地方。后来有了功名以后呢，据说陪同苏东坡来到了无锡这边，发现这边风水极佳，然后呢，他的子孙呢就把家安在这里，从此呢就有了几十代人的繁衍。这边呢有一个古牌坊叫映山湖。穿过这个牌楼，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片开阔的小水面在山峦之间呢，在古树的环抱之中，有了这么一处供大家休闲的所在
再来看一看这座古色古香的牌坊。我相信这座古牌坊呢，应该是以前留下来的啊。您已进入林区，禁止一切野外用火，不准携带火种上山，不准烧香点蜡，不准燃放鞭炮，不准乱丢。我们继续顺着人流向古镇的祠堂群走一走。刚刚说到啊，秦观的后人呢，在惠山脚下无锡城外城里呢，慢慢三枝开叶，经过了几十代人的发展啊，一边耕读，一边诗书传家啊，其中家族中出了34位进士，3位探花，因而呢，也使这边呢生生不息，成了望族，成了此间有名的乡绅。趁着还在新年里面啊，再次给大家拜年，祝贺兔年大吉，新春快乐！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